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各位报道谈谈一下 MacBook Air M2 系列，是苹果公司开发的超薄型笔记型电脑系列，首次在2008年1月15日首次发表。目前最新的 MacBook Air M2 和最早的 MacBook Air 在2008年1月15日首次发表，两者相差距今已经快14年了。从最早的牛皮纸袋拿出来，震撼了全世界的所有电脑使用者。还有它的楔形外观，如果直立起来看，很像是一把菜刀的刀身，所以大家俗称 MacBook Air 是菜刀。而在往后发表的 Mac Mini 是四方形，有带点圆弧，所以它看起来又像是一个台铁便当。所以历来苹果的爱好者就习惯帮苹果电脑的产品取外号，而 MacBook Pro 看起来外形又比 MacBook Air 厚一点，它是四方方带圆弧形，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切菜的砧板。所以当然这个只是一般网友对苹果电脑的俗称哦。而随后在2011年10月10号发表的第二代MacBook Air 还是采用了 Intel 的处理器架构晶片，但是更新了更高解析度的处理器，以及更大的电池容量，并且使用了固态硬碟取代了传统硬碟。由于当初的设计太过前卫，譬如取消了光碟机及内建的有线网络卡，而只有无线网络卡，有些网友就认为这台机器如果不是打着苹果的旗号的话，市场前景不会看好。可是呢，它却是苹果电脑笔记型卖的最好的一个机型。当然，效能也做了一部分的妥协，而且在价格上，销售的初期是极度的昂贵。但是随着后来，譬如说光碟机的没落，这个就没有人再抱怨了。所以说，苹果的东西确实是不管是设计理念，包含外观、内在用料及使用软体界面等等，其实都是超前的，确实是超出很多其他硬体公司非常多。当然，历来苹果电脑公司的产品在上市前或上市后引来了大量的评论，有欢呼的，有支援的，当然更有质疑甚至是批评的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 MacBook Air 的外观设计。这一次分别有4种颜色：银色、星光色、太空灰色、午夜色。同样的，这一次的外观引用了 M1 MacBook Pro 一样的一体成型铝合型铝制外壳，然后圆弧形的边角，而舍弃了之前楔形菜刀的方式。萤幕上的上盖 logo 部分一样是只有 logo 而不发光，在深色的机型搭配的是黑色的苹果 logo， 浅色的机型搭配的是白色的苹果 logo。同样的，这一代的 MacBook Air 新一代沿用了与 M1 Pro Max 的 MacBook Pro 的萤幕有刘海，但是这一次尺寸加大到13.6寸。至于刘海的部分，有人喜欢，有人讨厌，那这个就看各位看官你怎么想了。不过以我之前使用的经验来看，它其实不影响使用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专注力跟生产力。由于 M1、M2 晶片，它的效能确实做得比 Intel 系列更好，而这个晶片组是从 Apple 的 iPhone 系列发展而来，所以它的能耗比确实是好。普通的时候，它 APP 的运作不会有发热的现象。当然，如果你拿来它重度使用，譬如影片编辑或者是长时间玩游戏，当然它的发热现象一样会发生。而苹果目前的解决方法是用 CPU 降频的方式把频率降低，当然发热量就降低了。所以它不会像 MacBook Pro 一样系列配备的有风扇来强制散热。所以这个 MacBook Air M2 是采取无风扇的设计。至于外观颜色的部分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太空灰色、午夜色这2个颜色。当然，青菜萝卜各有所好，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同。其实依据你自己的喜欢的颜色下去参考购买即可。
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代的 M2 系列具备的有什么新样的功能。它具备了8核心 CPU， 配备4个效能核心与4个节能核心，8核心的 GPU， 16核心的神经网络 AI 引擎，100Gbps 记忆体频宽，多媒体影片的硬体加速，包含 H224、265 ProRes、ProRes RAW 影片的编码、解码等等，还有具备了 Liquid Retina 显示器，具备了13.6寸的 LED。采用 IPS 技术2560×1664的解析度，支援11种颜色，500尼特的亮度以及 P3 的广色域。那依原厂苹果标示的，最长可以达到18小时的电源播放，最长可15小时的无线上网冲浪。相比前一代的新款 MacBook Air， 视讯相机升级成为 1080p 的相机。与3麦克风阵列，对于视讯会议或者是一般视讯通讯都有显著的提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画质更好，音效更好。同时，这一代也更换为4扬声器，而且支援空间音讯，让你在看影片效果或听音乐的效果更好、更立体，可以营造宽阔的音场包围着你。这一代的 MacBook Air 键盘同样具备 Touch ID， 方便你快速的解锁或者是购物认证，只需手指轻触就能轻松解锁 Mac， 输入密码，安全的购物或者是付款。当然还有更大的触控板，给你更多的空间来执行精确的操作。当然这一代又改回来了 MagSafe 的磁吸式电源线，它可以防止意外勾扯造成的坠落。那也配备了2个 Thunderbolt 副，供你高速连接外接硬碟等等的设备，但也可以进行反向充电，同时也提供可以外连一部 6K 的显示器。此外，耳机孔也具备了高阻抗耳机，可以接专业的监听耳机。再来，我们来说说针对 MacBook Air 目前发售的作业系统，搭配的一样是 macOS 12。当然，买苹果电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作业系统是随机搭配的，也可以免费升级。这个就代表未来很多年，你的苹果电脑都可以享受到作业系统的软体升级所带来的新功能。那至于一般新的作业系统，都会等到秋天才发表，也就是每年的第3季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，到底这一台 MacBook Air 是要卖给谁？其实依上述所提供的规格零件以及效能，它其实已经比之前 Intel 时代 MacBook Air 强了很多倍。那至于快了多少倍，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评测，在此我就不必重复多说。首先可以下一个结论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强烈的重度运算需求的APP， 譬如影片编辑软体、图片编辑、科学运算、3A 游戏、3D 运算，其实这一台电脑都是可以胜任的。由它的名称，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知道，它是强调轻薄、随处可用，而且省电、续航力超久。但不是说它就不能够重度的工作，只是机器过热时，它采取的动作是跟 iPhone 一样 ，CPU 降频。到底谁最适合呢？就是文书、办公工作，或者是业务，或者是学生，亦或是中老年人刚接触电脑要学习电脑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你说这一台 MacBook Air M2 是入门电脑吗？说实在，它其实也不算，因为它的效能实在也是过剩。当然，新的作业系统与新的 APP 软体有新的功能，当然也就需要更快的硬体设备来满足程式在运作时候的流畅性。总之，其实这是一台适合任何人的轻薄电脑。如果有更专业的需求，请购买 MacBook Pro 系列。现在的苹果电脑如同卖汽车一样，有太多的选配，到底哪一种是适合你呢？依照我的看法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适合买最低配的。顶多如果你的电脑使用习惯
很常看很多 APP， 或者你会用到重度运算的 APP， 那建议你记忆体要加大。至于储存空间的部分，我个人认为最不划算的就是硬碟原厂加大。其实依照目前外接随身硬碟的速度跟容量，其实大可不必买 Apple 原厂的硬碟容量加大，除非你要安装很多 APP 软体，因为实在太不划算了。当然速度上会有所差异，但你真的会差那几秒钟吗？那目前来看，最低配的机型37900块，其实也比之前 M1 系列贵了7000块台币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差钱，当然你可以把所有的选配选到最高最满。可是当你把所有的选配都选满、选足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跟专业的 MacBook Pro M1 Pro 系列、Max 系列是差不多的价格。那其中的差异就只有你自己到官网去详细比较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这一期说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